那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很多人还没有关注到的加密项目。那 crypto 大多数的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区块链，对不对？但是我跟你讲，现在成长速度最快的网络之一根本就不是区块链来的，它叫做 Hedera， 代号就是 Hashbar。 那它不是用传统的 blockchain 技术，它是用一个叫做 Hashgraph 的东西。那这个技术号称比区块链更快、更安全、更有效率，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夸张？不过不是我讲的，是官方自己 claim 的。虽然 Hashgraph 呢不是我们平常讲的 blockchain， 但它还是属于 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 也就是分布式账本技术的一种，而且背后站着的是全世界一堆超大品牌的公司。问题是大部分的币圈人到现在还没有认真的去看 Hedera 到底是什么，所以呢今天这一期视频我就带你们一起 deep dive。 那我们来看一看到底这个 Hashgraph 有什么特别，它跟传统区块链哪里不一样，是谁控制了 Hedera， 为什么它不是一个完全公开的网络呢？我们还会讲一讲它现在的 adoption，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一点，为什么 Hashbar 在美国特别的红，美国人是不是知道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呢？那么如果你是马来西亚的用户，想要使用 Bybit 的交易所的话呢，我这里有一个方法。那我们先来说一下手机的版本。那 iPhone user 的话呢，我是使用 Quark VPN， 完全免费的，只是需要等待广告而已。那 Android 的话，相信你在 Play Store 打上 VPN， 会有很多免费的 VPN 让你下载。然后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避开所有被禁止的 IP，尽量避免新加坡、马来西亚或者是美国这一些，大家可以使用日本、台湾或者其他支持 Bybit 的地区 IP。如果 Quark VPN 一开始你连接不到你要的国家的话呢，你可以一直 on off 直到你连接到你的国家为止。那么电脑版本的话呢，大家可以去到 Google Extension 这边下载 VPN。那我个人呢是使用这个 VEEPN。那这个 VPN 呢是免费的，可以选择很多国家的一款 VPN。那现在呢是还没有打开任何的 VPN， 现在我们尝试一下把 VPN 给打开，我选择是在法国的 VPN。 那打开之后呢，我们刷新一下，那一旦刷新之后呢， Bybit 就可以正常的使用了。那一旦登录之后呢，你是可以把你的 VPN 给关掉的，在使用的期间是不需要打开任何的 VPN， 也就是说只要你成功登录之后，就不需要再一直使用 VPN。如果你的账户自动 log out， 你再重复一样的操作就 OK 了。那 Bybit 的 App 的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下载之后点击我的链接注册，或者是在 Bybit 的 App 或者是网站点击注册之后，在 Bybit 的 referral code 输入23814，这样就 OK 了。那新人可以获得免费的40 USDT， 20 USDT 是体验金， 20 USDT 是现货，你只是需要 deposit 100美金就可以获得这个优惠了。 OK， 那我们从基本的东西开始讲起。那 Hashgraph 呢跟 blockchain 到底有什么差别呢？你要有一个概念，市面上多数主流的加密货币，比如 Solana、Ethereum 那一些，全部都是靠 blockchain 的技术运行的。那这个技术呢，就是把所有的交易按顺序的塞进去一个一个的区块里，排排站，一个接一个，听起来很整齐很稳，但是它也不是完美的。最大的问题呢就是两个字，慢跟塞，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 speed 跟 scalability 的问题。然后我们来看 Hedera 的 Hashgraph， 它的做法就完全不一样了。它是用一个叫做 Gossip Protocol 的机制，简单的来说呢，就是所有的交易像八婆消息这样，在网络里乱传一通，传得很快那一种。它不是一笔一笔塞进去区块里的，而是直接用 DAG， 也就是 Directed Acyclic Graph 有向无环图来记录交易。这个结构差很远，也因为这样 Hashgraph 就给了 Hedera 很多 blockchain 做不到的优势。讲几个重点你们就明白了。首先就是速度，它是超级快。你讲 Hedera 每一秒能处理10000笔交易以上，跟 Bitcoin 那一种可怜的7个 TPS， 甚至以太坊的30 TPS 来比，真的是不是一个 level。 第二就是安全性，这个呢也是他们主打的。 Hashgraph 的机制是让它比更多传统链更能防御攻击，
抵抗能力很好。第三就是手续费，它便宜到离谱，一笔交易几分钱都不用，真的是可以做到 micro transaction， 比你买一粒糖果还来得划算。最后就是环保了，这个呢我觉得很重要。Hashgraph 是没有用 Proof of Work 像 Bitcoin 那种烧电的，所以呢耗电量超级的低，对环境是比较 friendly 的。所以你看 Hedera 用 Hashgraph 是有理由的，不是来玩玩的，是真的解决了传统区块链的几个头痛的问题。来，我们来讲一下 Hedera 的幕后老板到底是谁。那大多数的区块链项目都是靠一堆分布式的节点来运行的，去中心化是最大的卖点。但是 Hedera 不一样，它是靠一个叫做 Governing Council 的机制来运行的。那这个 Council 呢，不是普通人，是由一堆全球超大品牌的企业和机构组成的。讲几个名字，你一定有听说过 ：Visa、Deutsche Telekom， 也就是德国的电信 ；Standard Bank， 非洲最大的银行 ；IBM 和 Google。那这些公司不仅出钱出力，他们还直接跑起了节点，参与决策，指导 Hedera 的技术发展路线。那好处是什么呢？稳定、可靠、企业友好。那企业想要用链，当然想找那一种不容易爆炸的。但是问题也来了，这种做法不是完全去中心化的，有人就会开始担心，那这样呢会不会太集中操控了呢？而且 Hedera 目前的主网是 permission 的，意思就是说只有被批准的节点才可以验证交易，那普通人是不能随便加入的。但是它还有一个 plan， 他们是不打算 centralize 一辈子的，他们的未来会慢慢开放权限，开放给社区运行节点，朝真正的去中心化方向走。所以讲真的，虽然现在 Hedera 是偏向 centralize， 但他们还是比很多完全私有黑箱作业的链靠谱的太多了。重点是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 Hedera 的实际应用已经在现实世界慢慢起来了，表面很平静，但是底下其实做了很多东西。那现在呢，我们来直接看数据，讲 fact。首先 Hedera 现在已经处理超过700亿笔交易了，你没有看错，是 billion 级别的，不是几百万几千万那一种。然后 TPS 呢也是非常的强，他们一直可以稳定处理超过1万笔 TPS， 那这个数字在整个 crypto 圈里面真的只有少数的链才能追得上的。那现在呢，我们来看 DeFi 的部分。虽然现在 Hedera 的 DeFi TVL 是不到1亿美金了，说真的不算太高，但是你要看它的用力是在哪里。它主打的是企业 adoption， 不是靠咪咪币或者是撸空头来吸引人气了。目前已经有一些大公司正在使用 Hedera 了，比如 Avery Dennison 在做供应链管理的， Boeing 就是制造飞机那一家，也是用来追踪供应链数据， LG 韩国的大厂是用来搞 digital identity 跟 tokenization。 然后你可能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 Hedera 现在还在猛搞 CDBC 跟稳定币结算，是跟大型银行在合作那一种，不是只是我们计划而已，是真的是在 roll out 中的。当然 HBAR 最近的价格表现不是很好，但是呢这个情况不只是它罢了，很多 altcoin 都是中招了。不过我们不能只是看价格，要看 adoption。 所以呢就像我一开始所说的， Hedera 是那一种很 underrated 的项目，而且很神奇的一点是，美国人好像特别喜欢 HBAR 的。那我自己呢也在研究为什么他们对 Hedera 情有独钟。讲真的，美国人对 Hedera 的爱真的是有迹可循的，不是乱来的。首先呢，美国投资人是很吃 corporate trust 这一套的，而 Hedera 的 Governing Council 里面刚好就有很多他们熟悉不到的大品牌 Google、IBM、Boeing 这些美国的 icon， 他们看到这些公司在背后撑场面，就会比较有信心，觉得这个不是 scam， 应该是 legit 的。再来看一下美国的监管问题，你们也是懂的， SEC 对 crypto 是一直抓得很紧的，谁违规谁就中枪。那很多 altcoin 的项目到现在都搞不清楚到底是合法还是不合法。但是呢 Hedera 一开始的定位就是成为企业友好的路线，合规性做得非常的到位。那这种 setup 美国机构就很喜欢，因为他们不能乱投资，
看到这种合规的项目，自然比较容易进场。最后一点 Hedera 呢很 focus 在 tokenization 跟 CBDC 这两个领域，而这刚好也对齐了美国现在的监管趋势，像美联储、财政部都在认真研究这些东西，所以某种程度上 Hedera 是跟着美国官方的政策方向走的。所以你看，美国人喜欢 H8 不是没有理由的，他们看到的是正统、潜力加上合规的组合，这种 combo 在目前 crypto 圈里真的不是很多。那总结一下，如果你是看长期、注重基本面、喜欢稳稳收割的投资人， H8 是值得放在 watch list 里面的，甚至适合布局的项目。那它不是靠 hype， 不是靠 meme， 而是靠 real world adoption、strong fundamental 来打市场的那一种选手。当然最终还是要靠你们自己 DYOR， 但至少你现在知道了 Hedera 跟 H8 不是那一种冷门链，